乌克兰要小心了，英国国防部发出警告，小心俄军复刻去年战术。为了缓解乌军战场压力，北约国家集资采购防空系统，美国耗费巨资为乌克兰升级毒刺便携防空系统。距离俄罗斯飞地80公里处，大批北约重型装备集结，波兰真的坐不住了。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进入整体。英国防部发出警告，表示俄罗斯可能储备了大量导弹，这些导弹可能会用来打击乌克兰本土的基础设施。当然，时间点不是秋季反攻阶段，而是在冬季。俄罗斯前线缺少弹药，这一点外界都知道，但相对来说，在导弹方面有着乌克兰难以企及的优势。但从4月份开始，俄罗斯就已经很少使用巡航导弹打击乌克兰目标，而且规模还越来越小。这一点就让外界有点警惕了。俄罗斯一方面正在快速增加巡航导弹与弹道导弹的产量，另一方面却减少对乌克兰的袭击，这一切显得都不正常。显然，俄罗斯是在等待机会，或许正在等待冬季的到来，然后对乌克兰基础设施发动更大规模的打击。原本俄罗斯想要借助入侵乌克兰打一场碾压式的局部战争，以此来震慑北约，扩大俄罗斯的地区影响力，想一战打出30年和平，将东欧局势一锤定音。但让普京没想到的是，故事的发展根本没有按照自己的剧本来，导致俄乌战场完全失控。那么怎么重新掌握战场局势呢？答案就是找到适合俄罗斯的打法，制造一个适合俄军的战场。在过去，俄罗斯凭借寒冷的环境击败了许多强大的敌人。在拿破仑战争中，当法国军队进入乌克兰之后，寒冷阴暗的天气加上泥泞的土地，导致法国军队伤寒疟疾、中暑、白喉大规模流行。在拿破仑失败之后，各种关于俄罗斯冬天的传言开始流传，俄罗斯冬天也成为战争炼狱的代名词。而在去年，俄罗斯发射了数百枚巡航导弹，摧毁了乌克兰40%的电力与能源设施。乌克兰是一个高度依赖电力的国家，其电力供应主要来源于火电站与核电站。今年，俄罗斯可能将发射上千枚导弹打击这些基础设施。火电厂是乌克兰电力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其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42%。乌克兰拥有15个火电厂，分布在全国各地。这些火电厂不仅提供电力，还提供供暖服务，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季。如果这些火电厂遭到破坏或瘫痪，乌克兰将面临严重的能源危机和人道主义危机。核电站则是乌克兰另一个重要电力来源，其发电总量占到58%。在俄罗斯入侵之前，乌克兰还有5座核电站与15座商业核反应堆。然而，位于扎波罗热的6个反应堆已经被俄军控制，这就意味着乌克兰已经失去了一部分核能。如果其他核电站再遭受危机，势必将对乌克兰境内工农业生产、商业运转以及铁路运输系统造成影响。这将迫使更多的乌克兰人逃往欧洲，进一步减小乌军动员潜力能力，并影响军工生产力。英国之所以在这件事透露如此重要的消息，一方面就是为了提醒乌克兰警惕俄罗斯可能发动的导弹打击，另一方面则是为了让北约进一步提升援助乌克兰的力度。为了帮助乌克兰，北约国家已经开始集资采购防空系统，就像加拿大已经提供了一笔资金。所有国家都能看到乌克兰面临的困难，也都明白乌军需要什么样的武器，更清楚防空系统对于乌克兰的重要性。此前，北约宣布向乌克兰援助 F-16， 其实就是为了提供战区防空。在乌军拿到 F-16 之后，真实的应用场景不应该是夺取制空权，而是用来执行要地防空任务，保护基辅、赫尔松等重要城市。另外，也可以进行空中游击战，以单机方式对俄军武装直升机进行拦截，可以负担部分地对地打击任务，也能更好地搭配北约援助的导弹，作为空中发射平台，在防区外打击俄军目标。除了以上所说的这一些， F-16也可以作为前线乌军目标和弹药补给基地的机动防空力量。但是也需要考虑一个问题，培训飞行员需要时间，
虽然美国将 F-16的培训时间压缩了，让乌军可以在短时间内驾驶战机，但战斗力仅限于自我防空。想要对俄军来袭导弹或飞机进行有效拦截，还需要进一步掌握红外系统或激光制导炸弹，这些都是需要时间的。所以相对来说，由英国牵头的集资采购防空系统的计划是非常有必要的。目前加拿大已经为其提供了3000万加元的援助。另外，在8月份，德国也宣布再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，这也是4月份后德国第2次援助爱国者。美国同样行动起来了，虽然没有为乌克兰援助中远程防空系统，但与雷神洛克希德公司签署2项合同，为乌克兰升级和替换毒刺防空导弹系统，以此来维护乌克兰的领土安全。作为一种便携式防空导弹，毒刺在对付直升机、低空飞行的飞行器以及无人机等方面有着非常强大的威力。自1978年服役以来，已经发展到第4代。在这2份合同中，与雷神签署的合同价值5.6亿美元，主要是将现有的毒刺导弹升级到 FIM-92G 型号，相较于前代有了显著的提升。包括增加了目标识别能力，提供了抗干扰能力，就连使用寿命都得到了延长。而与洛克希德公司签署的合同价值1.7亿美元，主要用来生产新的毒刺导弹发射器和配件。因为毒刺导弹已经服役了几十年，一些老旧的导弹和发射器可能已经到了退役的年龄，所以需要及时更换。毕竟在乌克兰边境，俄罗斯部署了大量直升机部队，包括米24、米28、米35、米8和米17等型号。这些直升机都具有较强的火力和机动性，可以执行空中支援、侦察、运输和特种作战等任务。但毒刺可以威胁到这些直升机，即便俄罗斯的直升机装备了一些自卫措施，比如红外干扰弹、激光警告器、雷达告警器等，但这些措施并不能完全抵消毒刺导弹的攻击能力。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毒刺导弹，无疑是对俄罗斯直升机部队的一种挑战和压力。同时，美国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支持，并呼吁其他国家也提供援助，以帮助乌克兰应对其面临的挑战。与此同时，距离俄罗斯飞地80公里处，大批北约重装备开始集结。这段时间，波兰突然宣布将要进行代号“秋季之火”的军事演习，演习地点选在贝莫皮斯基靶场，这里距离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只有80公里。在波兰的声明中还透露一个消息，此次演习将有多种新型武器亮相。根据公开消息，波兰此次演习将有上千名士兵参与，所亮相的武器都是过去1年多从美国、韩国等国家采购交付的，大约有70架装备，包括坦克、飞机、多管火箭炮以及其他火炮。美国出售的 M1 主战坦克与韩国出售的 K2 主战坦克都将在演习中亮相。其实，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开始，波兰就开始布局了。他们将军火库中的武器装备通通援助给乌克兰，在帮助乌军反攻的同时，还能为自己节省一大笔陈旧装备的处理费用。然后又向美国、韩国采购大量武器。近2年内，波兰采购了250辆新型 M1 主战坦克、1000辆 K2 黑豹主战坦克、500套海马斯火箭炮系统、218套 K239 天武火箭炮系统的出口版本，以及100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等。同时还大量建造招兵中心，通过各种方式吸引更多人参军，并打算将军费开支提升到4% GDP 以上。计划在2年内组建一支欧洲最强大的陆军部队，将服役人数增加到25万人，并组建6个装甲师。因为在波兰看来，乌克兰战败的话，波兰与俄罗斯之间就再也没有缓冲地带。在东欧局势如此紧张的时候，尤其是乌克兰反攻的最后阶段，波兰选择在距离俄飞地80公里处进行演习，显然是有很强的目的性。一来是想增加对俄罗斯的军事压力。自从去年入侵乌克兰开始，俄罗斯已经在战场上损失超25万士兵，并有50万以上的伤员。为了补充兵力，俄罗斯一直在利用各种手段补充兵员，这也导致数百万中青年逃离俄罗斯，而留下的人厌战情绪也越来越浓。这也是人口达到1.4亿的俄罗斯仍然遇到征兵困难的原因。甚至连远东地区部署的兵力都调动了。
波兰在这时候演习，势必将增加俄罗斯西线的边防压力，至少能迫使俄罗斯加强西线防御兵力和装备。二来则是威慑俄罗斯与白俄罗斯，不要试图进攻波兰。这么多年来，俄罗斯与白俄一直在威胁着波兰等国家。留在白俄的瓦格纳雇佣兵更是波兰等国的心头大患。白俄也是一个狠人，已经将俄罗斯的核武器部署在国内，与波兰之间争吵不断。梅德韦杰夫也多次威胁波兰，称如果俄罗斯与北约爆发战争，波兰必将从地图上被抹去。这一威胁言辞必然加剧波兰的安全担忧。此前，波兰总理已经公开喊话，说要在波兰与俄飞地之间建设物理屏障，所以波兰需要展示自己的军事力量，让白俄不敢轻举妄动。当然，最后一点，火力军猜测应该是波兰在为下场参战做准备。毕竟现在欧洲国家已经有了这样一个共识：乌克兰正在全国抗击俄罗斯的侵略。如果乌克兰失败了，这些东欧国家的处境也将极其艰难，再也没有安全可言。所以，绝大多数欧洲国家，尤其是与俄罗斯、白俄邻近的东欧国家，都做好了准备，在乌克兰支撑不住的时候，直接下场参战，抵御俄罗斯的入侵。显然，乌克兰战场不仅仅左右了乌克兰的命运，还将影响整个欧洲的命运。看到这里就能明白，为什么波兰面对俄罗斯的时候会这么强硬了。你们觉得呢？好了，本期影片就到这里，我是火力军，咱们下期再见。